来讲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概念啊，在我们的纳讲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月见。什么叫月见？月见就是月之地支，月的地支就叫月见。过去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见证，谁知道见证什么意思？新的帝王上台，他一定要定一个月作为他这个王朝的第一个月，新年的第一个月。比如说夏代的时候见证于寅，夏代的正月它是从寅月开始的，现在也是。然后呢，到了商代的时候，就是往后退，寅往后退是什么？是丑，寅往后退是丑，然后再往后退是子，再往后退是什么？是亥。你看哈，商王朝是见证于丑，周是见证于子，因为这个朝代就不想跟前面一样，我怎么能跟你一样呢？然后呢，秦始皇的时候就见证于什么？见证于亥。就秦始皇的一年的第一个月是从亥月开始的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司马迁的建议司马迁建议汉武帝就是恢复夏历，就恢复见证于寅。孔子啊，也曾经在《论语》里面就讲，孔子说：“行夏之时，乘商之路，服周之冕。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要用夏朝的这个历法，因为夏朝的历法特别有助于农业生产。春天的时候该播种了，一年之初该播种了。行夏就是孔子主张，就是要用夏朝的历法，然后呢要用商朝的车，路就是车，因为商朝的车很坚固，但是它没有很华丽的装饰。像周王朝的车辆就非常非常的华丽，孔子说那个是太奢侈，不能用。但是呢，周王朝的这个冕啊，就冕实际上是冠冕的意思，实际上是服装的意思。周王朝的服装特别美，但是服装这种美，它又不会花很多钱，不像一辆车很贵，要置办一辆车，也装修的很华丽，那样花很多钱。但服装不至于，所以说夏历见证于寅这种说法，就是后面变成了月见。月见实际上就是一个月的地支，就这个月的地支是什么？比如说丑月，它的月见就是丑；子月，它的月见就是子。唯一要搞清楚的就是我们寅月啊，就是寅月啊。比如说前几天，我们现在刚刚到卯月，上个月过年前就是寅月，就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立春那天开始。立春那个时刻，今年立春是下午4点26分还是27分，对不对？就是26分以后，那就是寅月了，那就是新的一年到来了，那就是寅月了。这个是寅月啊，这个月之地支如寅月月见为寅，寅月的月见就是寅。卯月的月见就为卯，还有日辰，就一个叫月见，一个叫日辰。日辰就是日之干支，一定要清楚。一个是月之地支，月不考虑天干，到日的干支都要考虑。我们记日的干支，我们占卦的时候要把日的干支记下来，不但记地支，还要记天干。月就可以，只要记地支就可以了，不是日之地支，记住了。如甲子日。日辰为甲子，乙丑日辰为乙丑，就是我们占卦的时候特别重要的。我起了卦，本卦有了，支卦有了，一定要把占卦当天的月见和日辰记下来。但是如果你断的是生孩子这种事情，或者赌博，你跟人家赌博，赌博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？明天去赌博，今天在家里面起卦，看看赌博会不会赢，那这时辰都要记下来，因为时辰也会发挥作用，就很近很近的事情。一定要把时辰搞清楚，一年以后的事情，一定要把年的这个地支搞清楚。比如说你今年，你现在刚刚年初，你测今年的一年的运势，你就要看今年是甲辰年。我们说占卦的时候，月见和日辰很重要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，你要把年的地支跟时的地支记下来。刚才说了，生孩子就是要参考时的地支。然后呢，一年的运势，明年的运势怎么样？你也要把这个明年的那个地支考虑进去。你年尾的时候，到了9月、10月、11月的时候，你算明年的运势，那明年的地支就很重要了。你如果正好你自己临了明年年的地支，那你放心吧，你财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。月见不只是月支地支而已啊，大家一定要对月见和地支这两个概念一定要特别的关注。月见不只是月支地支而已，它又称月令。
于1月30天内再会当令巡查天地上下，掌管万物生长。你看他多厉害，叫巡查上下，掌管生长，就他权力非常大，月令权力非常大。月令在我们起卦的过程当中，它决定了我们这个卦里面的每一个爻的旺衰。比如说你是世爻，是你自己，你自己要是不旺，你什么事都不行。占财，你妻财很旺，财很旺来克父母，这就是父母，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很旺，父母很旺，财来克，就是财来追我，就是钱来追我。如果说你很衰，那就叫做身弱不能当财，就是你这个财变成了什么？变成要你命的那个财。你有这个钱，你钱越多，死得越惨。真旺非常重要，世爻旺相反的，父母要旺，多少财来我都受得了。就你财来克我，就克我就表示你拿钱砸我。但是你如果身体不好，你很弱，一砸一吨钱砸你，也把你砸得够呛。这个就是月日决定的哈，月就是决定了一个爻的旺衰。爻旺，什么希望都有可能；爻衰，那万事皆休，什么好事跟你都没有关系。日辰不只是日之干支而已，一年360天，每天都有一个日辰值日，一个日辰每60天里有一天值日，这个能不能明白？为什么是60天里面有它一天？一年360天，那它有当值几天？6天，就是每60天它有一次当值，每60天它有一次当值，就是这个日辰。一个日辰每60天里有一天当值，它值日时与月见同掌万物之生长。你看这个中国古代很有意思，中央的执政大臣跟地方的封疆大吏，地方的那种刺史啊，那种封疆大吏，他的权力一个在中央，一个在地方，权力都很大。这两个是不能够互相冲突的，权力都很大，但是管的东西不一样。这个叫同掌万物之生杀。所以说月见和日辰它是同工同权的，这两个权力是一样大的，但是分管范围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个话很重要，如果年月日时组成一个时间王朝，年月日时组成一个时间王朝，它比任何一个王朝都更有权力。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说我们这块土地上3000多年，我们经历了多少王朝？经历了无数的王朝，很多很多的王朝。但是时间王朝从来没变过，时间王朝1万年之后它也不会变。就这时间王朝就是由什么呢？由年月日时组成的。年就是那个皇帝，月就是中央的执政大臣，日就是地方的封疆大吏，时就是这个封疆大吏手下的那些兵丁衙役。他比任何一个王朝都更有权力。就是我们学纳讲的人，学易经的人，一定要有这种思维。易呀，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叫变。外国人翻译我们中国的书叫 change of book， 变化的书。翻译易经就是 change of book， 就是变化的书。实际上这种翻译是不对的。我们易经不仅是变化，还有不变化。易经它不仅仅只是变异，它还有不易，还有变异，也有变化，也有不变。它有3易嘛？哪3易啊？易有3易啊，一个是不易、变异，还有一个什么简易。所以说外国人他对中国文化这种了解他是很有限的，他只是说变的书，这个意思是这样的。那就是我们学易的人要有个概念，就是时间它是一个永恒的王朝。时间在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成败当中，时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旺衰变化、命运的这种变化当中，它都发挥了很大的这种作用。你在什么时间节点上你是最好的，你在什么时间节点上你是最差的，你甚至在什么时间节点上你会死掉。一个人啊，看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或者断一个人的命数的时候，就死的那个时间。比如说你是木，你是金克你一定是在申酉金，一定是在这4个时辰里面，不是在申时就是在酉时。酉时的最后一刻你必须死，它不可能让你到戌时，不会到戌时。你的五行是木，它一定是金克木，那不是申金克木就是酉金克木，你的死就在这个4个时辰里面，跑不掉。所以断一个人的死就是可以准确到时辰，它比任何一个王朝都更有权力。斗转星移，沧海3田，兴衰成败，青丝白发，冬去春来，草长花谢，都归他管辖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沧海3田，今天是沧海，
明天变成3天。今天是青丝，明天是白发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是吧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就是青丝白发，这都是时间王朝决定的，不是由哪一个中央哪一个王朝决定的。时间王朝都非常厉害，时间王朝比任何一个王朝都更持久，从古到今，从今往后，它绝对不会垮台，它的统治是永久的不变的。在时间王朝中，年是岁君叫太岁，我们常说犯太岁，犯太岁有没有？实际上犯太岁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根本就被哎呀我犯太岁了。每年多少人犯太岁？犯太岁有很多种情况，冲是犯太岁，刑也是犯太岁，好多种犯太岁。只要你跟太岁不合，你就是犯太岁。但合的都不一定好，冲的也不一定不好。这个犯太岁没什么好紧张的啊。年是岁君，是太岁，是皇帝，虽然遵从南方，但他无为而治，不怎么管事。就皇帝不管这个事儿。我们这个看卦，我们看月日就好了，管事儿啊，县卦不如县管，皇帝他太高了，理我们。越级越见是中央的执政大臣，大权在握，所以说他巡查天地上下，掌管万物生杀。月非常重要，可以从月里面判断季节嘛，在季节里面就有万象休时嘛。日是什么呢？日即日辰，是地方分疆大吏，握有生杀大权，与月见同掌万物之生杀。在易经的这种概念里面，月和日虽然职位不一样，但是地位是一样，所以说你绝对不会在断卦的过程中发现月和日有对冲。比如说子午冲，它子月午日，月日能不能冲？不能冲。断卦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嘛，月和日本身是相冲，但是你不能记它相冲，它们两个也不相冲。就是月和日，它一定是你行使你的权利，我行使我的权利，我们俩互不干涉。我跟你也不合，我跟你也不冲，我也不能去生你，我也不能去克你。你有你的那个势力范围，我有我的势力范围，两下怎么样？井水不犯海水，它就是这种状态，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种状态。然后呢，时及时辰是兵丁衙役奉命行事而已，所以时大部分时候是不看的啊，大部分时候没有必要看时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生孩子这个事儿，赌博这个事儿，明天的事情，或者今天早上起卦，我断了就今天下午的这个赌局，你说你要不要看时辰？